99%的人以为8月5号那天股市只是摔了一跤，错，那是全球金融系统心脏骤停了整整6小时。20万亿美元的核弹刚刚被拆了一半，而剩下的引信此刻正握在一个日本农民手里。咱们把时间拨回2024年8月5日星期一的清晨。这天早上，如果你只是扫了一眼新闻推送，你可能以为这又是一个普通的黑色星期一，无非是跌多跌少的问题。但作为 Finance Prism 的老观众，你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缓慢的经济衰退，这是一场突如其来、剧烈抽搐的金融心肌梗死。这场痉挛瞬间瘫痪了从东京银座到纽约华尔街的所有交易台。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日本日经225指数，那是日本经济的脸面，在短短一个交易日内，这张脸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，暴跌12.4%。这个数字听起来只是个冷冰冰的百分比，我给你换个说法，这比1929年著名的大萧条崩盘还要惨烈，这比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全球海啸还要恐怖。这是日本股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点数跌幅。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年，攒下的所有积蓄，在短短6个小时内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，连灰都不剩。但这只是震中，这场金融地震的震波正顺着海底光缆以光速穿越太平洋，它带着海啸般的力量，还没等纽约的交易员倒好早晨的第一杯热咖啡，就直接冲垮了华尔街的防波堤。看看纳斯达克期货，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直线坠落。咱们熟知的美股7巨头，苹果、英伟达、微软，这些平日里号称美国经济钢铁将军的巨无霸，一夜之间市值蒸发了近1万亿美元。1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凭空烧掉了一个大国家的 GDP。再看看那个号称数字黄金，本该在银行系统崩溃时当避风港的比特币，结果呢，在几分钟内，注意是几分钟，它暴跌了近20%，数千亿美元的财富就像清晨的雾气一样瞬间蒸发。恐慌指数 VIX， 那是华尔街的心电图，直接从安详的17飙升到了爆表的65。你要知道，在现代金融史上，这种级别的恐慌只出现过2次，一次是2008年世界末日般的金融危机，另一次是2020年3月疫情刚爆发时的全球封锁，这一次是第3次了。这时候你打开电视，会看到所有的金融媒体都在声嘶力竭的尖叫，天啊，这是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吗？美国经济是一夜之间猝死了吗？难道是大萧条又来了？如果你只看头条，那些所谓的专家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，这是因为美国的就业数据稍微疲软了一点，或者这是因为人工智能 AI 的泡沫破裂了。朋友们，听我说一句大实话，他们全都错了，错得离谱。这根本不是战争，这也根本不是衰退，这跟 AI 泡沫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把这些借口统统扔进垃圾桶。真正的凶手是一个更机械、更底层，对普通人来说完全隐形，但危险到足以让一个国家原地破产的东西。它的名字叫日元套利交易的全面瓦解。你可能觉得这几个字听起来很学术、很遥远，但我告诉你，这和你钱包里的每一分钱都息息相关。在过去的整整30年里，全世界的金融系统其实一直沉迷于一种金融毒品中无法自拔。这种毒品允许华尔街的恶狼们在日本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免费借钱，然后转手拿到美国赌场去豪赌。这就像是一个游戏里的无限金钱漏洞。正是这个漏洞，人为地吹大了你家房子的价格，吹涨了你的养老金账户，吹起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巨大资产泡沫。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泡沫里裸泳。但是就在8月5日这一天，日本央行这个沉默了30年的庄家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，他们关掉了水龙头，他们把利率提高了微不足道的0.25%，只有0.25%，听起来像蚊子叮一口，对吧？错了，这个微小的动作触发了全球金融史上规模最恐怖的追加保证金通知。别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市场回调或者技术性修正，别天真了，你正在亲眼目睹的是一个长达30年的旧金融体制的彻底终结。黑天鹅已经降临，而且这一次他嘴里说的是日语。现在股市反弹了几天，大多数人就拍拍胸口说，呼，吓死我了，还好危险已经过去了。朋友们，这是最大的骗局，华尔街希望你相信一切都结束了，但我要戳穿这个谎言。那场恐怖的平仓大逃杀仅仅完成了50%，还有一半的炸药悬在咱们头顶上。那些真正的深海巨鲸依然被困在浅滩里，动弹不得。而其中最大的一头巨鲸此刻正拿着一把上了膛的枪，死死顶着美国国债市场的脑门。欢迎来到 Finance Prism，
在这个视频里，我不给你讲那些虚头巴脑的新闻，我们要来一场大规模的深度解剖。我们要把这台刚刚崩溃的赚钱机器拆开给你看，看看里面的齿轮是怎么咬合的。我们会解释那个致命的货币对冲陷阱，看看它是如何逼着日本银行像疯了一样抛售美国国债的。我们会带你穿越回1998年，去见见那个幽灵，看看历史剧本会如何重演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会让你空手而归，我会把机构投资者现在正在偷偷使用的杠铃策略交到你手上，这是你在流动性枯竭的沙漠里唯一能活下去的生存指南。听好了，这不是演习，这是一堂能救你命、救你钱包的金融历史课。坐稳了，我们马上发车。想象一下，下一秒你的银行账户可能就会被冻结。你准备好听真话了吗？要真正搞懂这场危机，咱们得先把脑子里的概念换一换，别再把钱看成是纸币或者数字了。从现在起，把钱想象成水，也就是流动性。整个全球经济其实就是一个由无数管道、水泵和水箱组成的超级水利系统。在过去的30年里，日本就是这个系统里最大的那个水库。想象一个巨大无比的水箱，里面装满了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水。而关于这些水，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它是免费的，这就是一切罪恶的源头。故事得从1990年说起，那一年，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了。从此，在这个岛国上空笼罩着通货紧缩和人口萎缩这两朵乌云。为了不让经济彻底断气，日本央行，也就是他们的中央银行，被迫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儿，他们把利率降到了0%。你没听错，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，有时候甚至还要倒贴钱给你，也就是负利率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如果你是日本的一家银行、一家对冲基金，甚至你只是个普通的日本老百姓，你可以走进银行借出一大笔钱，而不需要付哪怕1分钱的利息。借钱没有成本，那个巨大的水龙头就这样哗啦啦的开了30年，没人关过。好，现在换位思考一下，想象你是一位坐在纽约摩天大楼里的对冲基金经理，穿着定制西装，手里晃着威士忌。你往东看，看到东京有一个免费喷钱的水龙头；你再往西看，看看脚下的美国，这里有一个回报率超高的大桶。在美国，你买个国债能拿5%的利息，你买英伟达的股票1年能翻1倍，你把钱借给私募股权公司能收10%的高利贷，你会怎么做？傻子都知道怎么做，你会立马架起一条粗大的管道，把日本的水抽到美国来，这就是所谓的套利交易。咱们来把这个骚操作拆解成3步，简单到连小学生都能看懂。第一步，你去日本，以0%的利息借入1000亿日元，记住是0成本。第二步，你立刻在外汇市场上把这些日元卖掉，换成美元。第三步，你拿着这些烫手的美元，在美国疯狂买国债、买股票、买楼。从数学上讲，这简直就是抢钱。你借钱不用还利息，投资还能赚5%、10%甚至20%的回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天上掉馅饼，这是金融世界里的永动机。但别急，这还不是最爽的，还有一个第2层利润，让这个交易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。这就是货币红利。你想想，全世界所有的对冲基金、所有的银行、所有的电脑算法都在干同一件事儿，卖日元买美元。结果会怎样？日元就不值钱了吗？日元暴跌，它从1美元兑换100日元，一路跌到1美元兑换160日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当初借的那笔日元债务，如果换算成美元，其实是在不断缩水的。你借了钱，结果过了1年发现你要还的钱变少了。这简直是一个完美的自我强化的赚钱死循环。正是这个循环把美国资产价格推到了历史最高点，正是这个循环让美国的利率被人为的压低了，正是这个循环让华尔街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巴菲特在世，觉得自己是绝世天才。那么这个无限金钱漏洞到底搞得有多大？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吵得不可开交，但根据几家主要大银行的内部估算，这个数字能让你下巴掉地上。这项交易包括咱们能看见的公开交易，还有那些藏在衍生品阴影里的地下交易，总规模大约是20万亿美元。朋友们，20万亿美元啊，这差不多就是整个美国1年的 GDP 总和。想象一下，整个美国1整年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值，就是这笔借来的钱的规模。这片巨大的来自日本的现金海洋，就像托起泰坦尼克号的海水一样，一直拖着全世界的资产价格。它是隐形的流动性，是你感觉自己越来越富有的根本原因。你以为是你选股眼光好，你以为是你买房时机对，不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在源源不断的给你输血。但是
在金融这个冷酷的世界里，有一条铁律是永远不会变的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凡事都有代价。而这个套利交易的代价就是货币风险。你在赌什么？你在赌日元永远会像烂泥一样扶不上墙，你在赌日本央行永远是一只没牙的老虎，永远不敢反击。但是在2024年7月31日这一天，老实人发火了，陷阱的夹子砰的一声狠狠地关上了。几十年来，金融圈里有个让人闻风丧胆的词，叫寡妇制造者交易，指的就是做空日本国债或者压住日本利率会上涨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因为凡是敢跟日本央行对着干，赌利率会涨的交易员，最后都输得倾家荡产，留下一堆孤儿寡母。日本央行对零利率的执着，简直就像宗教狂热一样坚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他们在2024年突然拔掉了氧气管？是他们想报复社会吗？是他们想摧毁美国经济吗？真相很残酷，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自己快要死了。30年来，日本一直在向全世界输出通缩，他们拼命压低日元汇率，就是为了让丰田、索尼这些出口巨头能把货卖得更便宜。但是到了2022年，风向变了，全球通胀的巨浪狠狠拍在了日本的海岸线上，因为日元实在太便宜了，跌到了38年来的最低点，导致日本进口能源和粮食的成本直接炸裂。要知道，日本几乎所有的石油、大量的粮食都得靠进口，这下好了，普通的日本老百姓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工资30年不涨，但大米、电费、汽油的价格却在像火箭一样飙升。那种旨在讨好华尔街、讨好大公司的弱日元政策，正在亲手勒死日本的中产阶级。日本政府的支持率直线跳水，民怨沸腾，愤怒的情绪就像干柴烈火，一点就着。这时候，日本央行的掌门人植田和男面临着一道地狱级的选择题。选项 A， 继续装死，维持零利率，保护那个全球套利交易的泡沫，让美国股市继续嗨。结果呢，日元会崩盘到$1对170甚至180，日本国内爆发恶性通货膨胀，彻底摧毁本国老百姓的生计。选项 B， 壮士断腕，提高利率，保卫日元，把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打下来。结果呢，亲手引爆全球套利交易这颗核弹，甚至冒着让全球金融系统崩溃的风险。如果你是植田和男，你会怎么选？是要华尔街的掌声，还是要本国人民的选票？最终他们选择了自己的人民。在7月31日，他们宣布将利率提高到 0.25%， 并且明确表示要减少购买国债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加息决定，这更像是一份对华尔街的独立宣言。而且媒体还漏掉了一个最吓人的细节，这还没完呢。植田行长已经把话撂在这儿了，如果通胀不退，他就要继续加息。他们的目标不是 0.25%， 而是 1% 甚至更高的中性利率。你想想，加息到 0.25% 就已经把全球市场吓尿了，如果真加到 1%， 那画面你敢看吗？日本利率每往上抬哪怕1个基点，都会缩小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利差，每一步都在挤压套利交易的利润空间，每一步都在逼着海量的资金流回东京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回流，这是30年来被抽走的血重新流回心脏的声音。咱们来算一笔账，看看8月那周到底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，因为这才是黑天鹅露出獠牙真正咬人的时刻。当日本央行宣布加息，日元应声而涨，这一涨瞬间触发了纽约和伦敦每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最可怕的噩梦。回到刚才那个比喻，假设你在汇率是1:160的时候借了1亿日元，那时候这笔债换算成美元大约是62.5万美元，你把这钱换成美元买了美国股票，突然之间日元升值了 10%， 变成了1:140。现在你要还这1亿日元的债，你需要的不再是62.5万美元了，你需要超过71.4万美元。你什么都没做错，你的股票甚至可能还涨了一点，但你的债务仅仅因为汇率变动，一夜之间凭空暴涨了近9万美元。这时候银行那个冰冷的电话打来了，喂，你是某某基金吗？你资不抵债了，马上补钱，否则强行平仓。这就是追加保证金通知。但你手里有现金吗？没有，你的钱都在英伟达股票里，在微软里，在比特币里，在美国国债里。那你怎么办？你只能卖。你卖英伟达不是因为你觉得英伟达这公司不行了，你卖它仅仅是因为它流动性好，能立马变成现金去堵日元债务的窟窿。这叫被迫抛售，这种抛售是不看价格的，哪怕跌停也要卖，只要能换回现金就行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8月5日那天所有东西都在跌，黄金崩了，白银崩了，加密货币崩了，股票崩了。
连最安全的债券也在这股洪流中摇摇欲坠。在正常的市场里，股票跌，黄金通常会涨，对吧？但在流动性危机里，在追加保证金的死亡螺旋里，所有的相关性都变成了一，万物皆可抛。这就是让市场吓破胆的机械原理。这跟美国经济好坏没关系，这是金融管道炸裂了。20万亿美元的气球正在急速泄气。现在主流媒体又开始给你灌迷魂汤了，说崩盘结束了，市场反弹了。他们告诉你，套利交易的平仓大部分已经完成了。朋友们，这是当下最危险的谎言。根据摩根大通这些顶级大行的内部数据，只有大约50%到60%的套利交易完成了平仓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还有数万亿美元的杠杆赌注，像一个个地雷一样埋在那里，静静地等待日元的下一次飙升来引爆。而且这场游戏里最大的玩家根本不是那些咋咋呼呼的对冲基金，它是一种更可怕的自然力量，被称为日本银行系统。具体来说，是一条深藏不露的超级巨鲸，它的名字叫农林中央金库。你可能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，但在华尔街提到它，每个人都要抖三抖。它是日本农业合作社的中央银行，管着几百万日本农民和渔民一辈子的血汗钱。他手里握着超过4000亿美元的资产。多年来，他在华尔街有个响当当的绰号 CLO 巨鲸，全称叫抵押贷款债务凭证。说人话，就是把一堆风险很高的公司贷款捆在一起打包卖。因为日本利率是0，农林中央金库对利息那是饿得眼睛发绿，所以他们拿着农民伯伯的保命钱，买了数百亿美元这种高风险的美国和欧洲债务包。他们的胃口大得惊人，但死穴就在这里。当一家日本银行买美国债券时，他们必须做汇率对冲，也就是买份保险，防止美元对日元下跌。以前这个保险费很便宜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但是随着美联储把利率干到了5%，这个对冲成本直接原地爆炸。现在为了对冲美元风险花的钱，已经贵到把债券赚的那点利息全部吃光了，甚至还要倒贴。农林中央金库现在是拿着债券就在亏钱，每一秒都在滴血。就在2024年6月崩盘前几个星期，农林中央金库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。他们宣布预计本财年将亏损1.5万亿日元，差不多120亿美元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那个该死的对冲成本，所以他们做了唯一能做的事儿，大甩卖。他们宣布将要在市场上抛售630亿美元的美国和欧洲主权债券。这可不是哪个赌红了眼的投机客在卖股票，这是一家极度保守的日本大型银行在清仓西方的国债。当像农林中央金库这样的巨鲸开始在池子里翻身，开始大甩卖的时候，它会瞬间吸干市场的流动性，它会把债券价格打下去，把收益率拉上来。这是一场没人谈论的信用海啸。如果日本银行为了填补国内的亏损，被迫继续抛售美国资产，那就会形成一个厄运循环，抛售导致价格下跌，价格下跌导致其他银行亏损更多，亏损更多导致更多抛售。农林中央金库就是煤矿里的那只金丝雀，如果这只巨鲸都在流血，那这整片大海里已经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了。要理解这种平仓有多危险，咱们不用瞎猜，翻翻历史书就知道了。同样的剧本我们以前看过，那一年是1998年，主角是一家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。这家公司的阵容简直是梦之队，2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上华尔街传奇交易员，他们号称拥有一个永远不会输的计算机模型。他们的策略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套利交易。他们介入廉价的日元和欧洲货币，去买俄罗斯那种高收益的债券。他们的杠杆开到了100比1，本金只有40亿，却撬动了1万亿美元的风险敞口，这简直就是在压路机面前捡硬币。结果1998年8月，压路机开过来了，俄罗斯宣布债务违约，全世界的钱都在疯狂逃命，投资者抛弃所有风险资产，去买他们能找到的最安全的东西，日元。日元暴涨，在1998年10月，短短3天内，日元对美元疯涨了13%。对于 LTCM 来说，这就是世界末日。他们借的日元债务价值暴涨，而他们手里的资产却变成了废纸，数学模型彻底崩溃。最后，美联储不得不亲自下场，组织了14家大银行搞了一次史诗级的大救助，才没让 LTCM 把全球金融系统拖下水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古老的故事？因为今天系统里的杠杆比1998年要高出指数级。当年 LTCM 只是一个基金，今天套利交易是整个市场，它是每一个宏观对冲基金，它是每一个量化算法，它是每一个追逐收益的养老金。我们现在看的是1998年灾难片的慢动作重播，但是规模放大了100倍。
我们在8月5日看到的日元飙升，仅仅是第一次震动。如果日元对美元真的升到了130或者120，损失将是数万亿美元计，而不是几十亿。而这一次，美联储手里的弹药可能根本不够救所有人。再来聊聊加密货币，为什么比特币这个号称反系统的资产，在8月5日那天跌得比系统本身还惨？为什么它暴跌20%，而标普只跌了4%？因为比特币现在扮演的角色是全球最敏感的流动性海绵。宏观分析师发现，比特币的走势跟全球 M2 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高达0.94，这意味着比特币几乎就是全球流动性的影子。在套利交易疯狂的年代，对冲基金借来廉价日元，不光买债券，还买他们能找到的波动最大、最刺激的资产。他们借日元炒币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过去3年，比特币和纳斯达克指数就像连体婴一样同步，他们喝的都是同一碗水。日本的流动性，当日元飙升，追加保证金的红灯亮起时，交易员必须首先卖掉什么？卖掉那个流动性最好、24小时都能卖，而且赚得最多的东西。加密市场从不睡觉，它是24小时营业的。所以当恐慌在周日晚上袭击东京时，美股关门了，债市关门了，只有币圈开着门。比特币瞬间成了全球追加保证金的提款机。交易员卖币，不是因为不信比特币的技术了，仅仅是因为他们急需现金去救火。这证明了比特币目前完全是作为一个风险资产在交易，它是新时代的煤矿金丝雀。你想知道套利平仓结束没有？别看道琼斯指数，看比特币，看美元对日元的 K 线图。如果日元在涨，而比特币在跌，那就说明平仓还在继续，血还没流完。然而，这种短期的剧痛其实正在为长期的超级牛市铺路。因为如果系统真的崩了，如果平仓导致信贷冻结，央行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再次打开印钞机，而他们的这个动作将是硬资产的火箭燃料。那么这场大戏最终会怎么收场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现在正被关在一个两头堵死的盒子里。你想想他的处境，他想维持高利率，因为美国的通胀还没彻底打死，但是这个高利率正是搞死日元的元凶。美国 5.5% 和日本 0.25% 的差距实在太大了，压力锅快炸了。如果美联储咬牙不降息，日元套利交易就会继续引爆，日本就会继续抛售美国国债，美国国债收益率就会飙升，房贷利率冲上 8%， 美国银行系统手里还抱着几千亿的债券浮亏呢，就会开始连环倒闭，我们将面临一场比2008年还要惨烈的金融危机。所以美联储必须降息，市场现在已经在疯狂定价激进降息了。注意，这不是因为经济变好了，而是因为金融系统快撑不住了，他们必须降息来削弱美元，给日元松绑。但是陷阱又来了，如果通胀还没死透，你就激进降息，通胀立马就会卷土重来，那就真的是1970年代的剧本重演，滞胀时代，物价飞涨，经济停滞，那是噩梦中的噩梦。如果债券市场造反了怎么办？如果投资者嫌利息太低，死活不买美国国债怎么办？美联储就只剩最后一招，收益率曲线控制，这是终局之战。这就是央行印无限的钞票，自己买自家的国债，强行把利率按在地上。日本这么干了10年，现在美国可能也不得不这么干。当 ICC 启动的那一刻，就是牺牲货币保全债市，美元会贬值，货币供应量会爆炸，而那就是硬资产和纸面资产彻底分道扬镳的时刻。那就是黄金、白银、比特币不再像风险资产，而是像价值储存资产交易的时刻。它们会变成对抗美元贬值的终极保险。日元黑天鹅从来不是一天的热闹，它是体制的变革。我们正在从一个廉价杠杆、岁月静好的世界，走向一个波动剧烈、资本稀缺的新世界。在这个新世界里，最聪明的机构投资者都在用什么姿势保命？历史给了我们一张藏宝图，行话叫杠铃策略。这个策略的核心思想就是躲开中间，死守两头。什么叫躲开中间？就是别碰那些既不安全又没爆发力的东西，包括高利率的消费贷，很容易爆仓的保证金债务，还有那些只讲故事不赚钱的垃圾股。在流动性枯竭的沙漠里，杠杆就是你的敌人。1998年 LTCM 的教训血淋淋地摆在那儿，哪怕你是诺奖得主，只要你加了高杠杆，一个浪头打过来你就得死。那两头守什么呢？第一头，极致的安全流动性。在追加保证金的屠杀中，现金就是氧气。现在的机构大户把很大一部分仓位都放在了短期美国国库券里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现在给你5%的利息，而且随时能变现。这就是你的干火药，它能让你在波动中活下来，
并且在市场崩盘遍地是血的时候，你有子弹去抄底那些被错杀的优质资产，这是你的防御盾牌。第二头，极致的硬价值保险。在杠铃的另一头，聪明钱正在疯狂囤积那些央行印不出来的东西。黄金，那是对抗地缘政治混乱和央行乱印钞的千年老药。白银，工业需求极度紧缺的硬通货。比特币，有着数学铁律总量恒定的数字资产。这些东西是你对抗核选项，也就是货币大贬值的诺亚方舟。你看股神巴菲特手里攥着3250亿美元的现金，创了历史记录。你以为他老糊涂了？不，他不是在猜顶底，他在等错位。他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当套利交易彻底平仓的那一天，将会有一场世界级的资产大甩卖，而他想成为那个全场唯一手里有现金，能把好东西通通买下来的赢家。最后，我也要郑重声明一下，咱们今天是在分析历史，拆解机构策略，这绝不是财务建议。每个人的钱包厚度不一样，做决定前请一定要咨询专业人士。但数据不会撒谎，免费资金的时代彻底结束了，硬通货的时代已经开始了。从今天起，别光盯着那些花花绿绿的 K 线图了。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张图就是 USD、JPY 美元对日元，把它设成你的手机壁纸。如果这条线往下掉，日元走强，危险指数就在飙升；如果这条线往上走，日元走弱，泡沫还能再吹一会儿。请死死盯着东京，那里才是风暴的眼。这里是 Finance Prism， 我们不只是念新闻，我们负责把这台复杂的金融机器拆开给你看。如果今天这个深度剖析帮你把日本家庭主妇、加密货币崩盘和你的投资组合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点连成了一条线，请狠狠点击那个订阅按钮。这场大戏才刚刚开始，余震还会不断袭来，我们会陪你一直追踪下去。最后，我想在评论区给你留个思考题，你觉得美联储最终会怎么选？是选择保卫美元，维持高利率，哪怕搞崩经济，还是选择保卫市场，疯狂降息印钞，哪怕通胀上天？请在下方打出保卫美元或保卫市场，我想看看你们这群聪明的观众怎么想。保持流动性，保持独立思考，时刻警惕那只说日语的黑天鹅。下期见。